using a lot of energy. 哦，注意看，400斤美国黑金刚竟然恶意偷袭中国选手的裤裆。就是这一小，让中国小伙永远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然而对手在获胜后，竟然当众跳起了舞蹈，嘚瑟庆祝，一脸嚣张的神情，全然不顾中国选手的死活。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当众大放厥词，侮辱中国选手是东亚病夫。和他打比赛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只有死没有活。不仅如此，在发布会现场更是当众跳起了舞蹈，戏耍中国选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重磅级别的中美对局。好，注意看，哈哈，右边选手这什么东西？哇，这是哪个山里的野猪跑出来了吗？这是，太肥了啊，又肥又壮，423斤，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啊，黑金刚克里斯贝伊特。人送外号拳坛黑金刚，但是我觉得他叫这个拳坛猪刚烈还差不多，哈哈。这就是一头野猪啊！好，上一场比赛，这个克里斯呢非常的恶心，当众恶意犯规，将我们中国小伙观众朋友们踢坏了裤裆，踢坏了下体，永远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家伙当时呢是当众跳起了舞蹈来庆祝，来嘚瑟。所以说，本场比赛我们中方选手，左边的红方选手刘大壮向他发起了挑战。大壮在我们国内呢是一个著名的散打教练啊，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而且大壮呢从小生长在农村啊，所以说养猪啊，这个养猪、收拾猪啊，他很擅长。所以说今天啊也算是这个专业对口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别看这个克里斯啊长得这么肥，但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是相当的灵活。他的这个100米赛跑的时候啊，经常跑第一。而且他还是个空手道黑带选手。包括我们现在看他的站姿、他的站架，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道的站架。他在韩国进修多年啊，魁法呢是非常的厉害。像什么空中回旋踢啊、360度回旋踢啊，都会。这一场比赛是综合格斗规则，但是目前看起来两个人啊都很稳啊，都是更偏向于站立。因为一个是散打，一个是空手道啊，都是偏站立的一个打法。哦，小心哦！这下对方是明显想爆了，但是大壮的反应速度很快。好，注意看第一回合还有2分钟的时间，两位选手的出手次数啊并不是很多啊，因为这是超重磅级别，观众朋友们，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说呢都不敢轻易出手啊，都是有一拳定音、一拳秒杀的能力。好，注意看第一次龙面对局，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近身缠斗。哇，我们注意看这个背影，哈哈。如果光是看这个背影，感觉就像一头大灰熊一样，不像一个人类。两个人都把重心压低，大壮的防爆摔不错，但对方的这个进攻啊和摔法也一般。这个角度，对方的摆拳没有什么杀伤力。哇，这个家伙真是黑的发亮啊！观众朋友们，哈哈，后背感觉是一种磨砂的手感，太恐怖了。Head right where it needs to be, just that's what you call head control. Stop there. you see Yama, he's like trying to go up and down, trying to find a room. 好漂亮，一把推开，双方重新回到站立。双方实际上就应该打站立。这个龙边对局和贴身缠抱呢，这个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哈哈，对彼此来讲啊，都是煎熬。时间所剩无几，还有最后的20秒钟。Barnett bouncing around.
Start losing 哦， later 注意 in 看 the round. 这个克里斯啊，他的脑袋，我觉得比一旁的裁判啊大上2倍还要多呀。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选手稳度十足。 Satisfying. 但当然了，第一回合一般来讲呢，只是一个切磋的阶段啊，不用着急。接下来第2回合才是重头好戏，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惊喜马上就来了。好，注意看这个家伙的胸毛啊，都是带卷的，哇，太恐怖了。好，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2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绿局。好，注意看了，左边的红方选手是刘大壮，中国著名的散打教练。 蓝方选手这个大黑胖子便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尼特。有一点忘记介绍了，这个克里斯呢，他的背景不简单啊，他的父亲是美国的空军上校，他的母亲是一个大学里的女博士，啊，这个背景还是知识分子啊， Come on with another one of those hard low kicks. Gonna have to start blocking those low kicks. Doesn't even make an attempt. This guy's dripping with sweat. 哦，我感觉大壮的顶膝呢几乎是没什么作用啊，对方全是肚皮，都是肥肉。你看这个顶膝 Barnett holding 没 on 效 to 果， Hillman's right arm. 这克里斯好像是开了外挂一样啊， They get 穿了 it 一个 back 防弹 against 衣 the，fence. 他的肥肉就是他的防弹衣。 Switches. Actually, 好，再一次龙面对局，不过这一次我们大壮啊，刘大壮压制位。 Yeah, double unders. He's got the double unders. that's what I'm wondering. Okay, so you got the double unders. Yeah. What are you gonna do I now? don't think he wants to take him down or anything. He just 想要稳稳的压制住对手呢，这个难度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double underhook. 对方是400斤，哎，什么情况？哎，又突然断电了。 Yeah. 我不看，哦，缩成一团，这打回原形了吗？这是4脚着 Chris 地， Barnett's down. Taking some time. 可能是晚餐时间到了，直接打回原形，准备要吃饭了。 Like not again. 赶紧给他端上点吃的， Um, 什么玉米，什么大豆。 yeah. 好，刚刚应该是发生了意外啊，应该是有打到裤裆上。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天道有轮回，上苍饶过谁啊？你怎么对待别人的，那就不要怪别人怎么对待你，没有错。这一招直接是鸡飞蛋打，观众朋友们。 You don't get much 哦 more direct. 哦，这一下的话，我觉得他很痛苦，但我相信他的老婆更痛苦。哇，这下不行了， You feel like you're in danger. 活该！观众朋友们，上一场比赛他将中国小伙啊踢得断子绝孙了，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呀，把他打到断子绝孙呢也是应该的。很痛苦，他哭了，赶紧摸一摸，让裁判求一求，摸一摸，还是在不在？ If, after Everyone's five, hearing. yeah, because what was it? Even back when 我相信作为一个男同胞，看到这场比赛啊，肯定会这个裤裆一凉，知道这种痛苦。哦，这一下真是很实在啊！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大壮绝对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屏幕前的您呢，都是见证人啊，我们肯定不是故意的。 Whoever like hung out with the guy. 这个情况还能打吗？ Yeah. Size of his 他在和 leg. 台下交流啊，在考虑还要不要打。 It's gonna hurt. 我觉得他要是还想做一个男人啊，就不要打了，赶紧去医院治疗。但如果他非要打赢比赛，那没办法了。 Like a tank. 他的表情真是一脸的痛苦啊，整张脸是，哦呦，写满了不乐意。 Yeah, it probably burns like. 哎，观众朋友们没有投降，这个家伙还能打，比赛时间还很充足，3分钟。哦，但这一下，大出火气了，对方也很着急。注意看台下的美女吓呆了。 I think he should stay. 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方选手哦。 Yeah. 对方站都站不稳了啊，下巴也疼啊，下面也疼， Right on the chin. 上下 He 都 came out 疼啊。 strong, right? 好，这场比赛恭喜中方选手大壮牙还牙，眼还眼，完成了比赛胜利。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太难了。他是中国拳坛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重炮杀手，彪悍的重拳比泰森还要凶狠。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冠军，只要遇到了他，不是被打断肋骨，就是被踢断双腿。
通通挺不过一回合。强势的作战风格，再加上彪悍的重拳，平均每一场比赛要打断对手6根肋骨。他就是被外界媒体称为肋骨杀手的中国小将魏宁辉。然而就在魏宁辉在世界拳坛难寻敌手之时，收到了来自于英国的擂台挑战书。中国飞友们都给我听好了，明天我100%会打飞魏宁辉，我会让你们这帮东亚病夫大开眼界，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拳坛王者。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英大战。中国拳坛小将魏宁辉大战英国拳王克雷格·伊克森。好，赛前对方的英国选手呢非常的猖獗啊，不仅是下了战书向我们的魏宁辉发起了挑战，而且啊还表示说今天要把这个魏宁辉打进棺材里。好，他很猖獗。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魏宁辉，一身红色啊，代表我们中国红。擂台的攻略者就是蓝方选手啊，英国泰拳高手克雷格·伊克森。魏宁辉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年轻一代里面当中呢拳法打得最好的，而且他的这个站立的拳法风格呀和泰森真的是非常的像啊，所以说有很多人称为说他是这个黄种人当中的泰森。好，小心对方的这个克雷格，他的腿法很厉害。魏宁辉的话和对方啊的确是有一点交集。那当初魏宁辉的队友啊蒙国东和这个克雷格打过比赛。那当时蒙国东的话是被踢断了小腿啊，魏宁辉当时是跟随这个蒙国东来到了本场比赛，所以说对方的所有战术体系他当时看的是一清二楚。我们仔细看，对方一直在踢腿，因为他的腿法是他的拿手好戏。哦，这两拳打得很漂亮。标志性的前手这种勾拳呢，我们看到克雷格这个扫腿还是比较有。对方的这个防守很薄弱啊，并不是做得很好啊。你看，连续的前手魏宁辉都能打到对手。拳法上的优势啊，这种杀招啊，杀招就是击步。比赛开始，魏宁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啊，因为魏宁辉是一个比较擅长抓时机的一名选手，他每一场比赛打都是不急不躁啊，并不是很着急。魏宁辉从最近半年来说就是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样上来以后就是猛冲猛打，更成熟一些了。求稳，对，哎，这个后手刚刚扫过脑门啊，一扫。克雷格的动作爆发力还是不错啊，连续的击步，我们听到这砰砰的这个声音啊，这是小胖的标志性的武器。不过这两下克雷格的抗击打也是表现出来真的是不弱。而且刚才那两下位置稍微靠上了。哦呦呦，小心对方的这个重击啊！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的拳不重而这个完全不在乎啊，还是要小心。对方的这个克雷格呢是练习跆拳道出身，是英国的跆拳道冠军啊，后转战到泰拳。在泰国的话，据说是待了7年啊，所以说他的作战经验上来说呢很丰富。但是魏宁辉的作战经验也不弱啊，因为对方28岁，而魏宁辉才22岁啊，还差很多的啊。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双方选手呢各有千秋。打法跟风格还是有所不同的啊。魏宁辉是以拳法为主，啊，对方的话还是以这个拳腿的组合。双方今天完全就是一个拳法高手和腿法高手的一个对拼。魏宁辉的这个腿法也不弱啊，在以往的比赛也是踢败过啊，用腿法 KO 过不少高手。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一回合的比分，魏宁辉是还好啊，有点小劣势，但是问题不大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很多拳迷粉丝都很喜欢魏宁辉，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比赛啊，干净利索啊，打法非常好看啊，漂亮。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比这个邱建良的打法还要干脆。你像邱建良的招式比较多，而且拳商比较高，而魏宁辉啊，他就是主攻拳法，而且他的催泪拳很厉害啊。平均每一场比赛要打断对方3到6根肋骨，这不是开玩笑。好，第二回合让我们废话少说。
这个小胖呢，其实我们在他那算是非常出众。对，因为熟悉小胖呢，也知道在之前啊，小胖是主打61到63这个公斤。但是呢，因为这2年因为训练的各方面啊，他体重。哦呦，什么情况？我看一下比赛第2回合的第4读秒，对方的克雷格，很明显这一拳把他已经打懵了。魏宁辉的冷拳，一般人是扛不住的。好，想乘胜追击，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还很充足。不要太着急，体能的分配，对，还被时间挡一下。克雷格恢复的又送了一下防守，又是一个。那克雷格也好，双方的互拼，对方的话是以这个膝腿为主，而魏宁辉是以拳法为主，连续的平勾再加上上勾拳，试图打破对方的这个防守。对，要把他报价给砸开。对方不停的中扫，对，找好机会，打迎击，对，可以打。对方把头部护得很死，但是魏宁辉的这个拳法穿透力很强啊。而且看克雷格刚才那下。哦呦，漂亮！哇，又一次。本场比赛的第2次读秒，如果再来一次读秒，也就是击倒，那这场比赛直接可以宣判魏宁辉单方面获胜。我们看一看，1分钟的时间还没有机会。一个回合里面读秒3次就直接判了呗。对，魏宁辉能有机会进强，对，打伞，对，把报价打开。能不能为后面的比赛为自己节省一些体力？看他会不会使出击腹。哎呦，漂亮！观众朋友们，什么情况？这一拳应该是打断了对手的肋骨。我们之前说，魏宁辉是一位肋骨的摧毁大师啊，拳坛重炮手，平均每场比赛要打断这个3到6根肋骨。这场比赛也不例外，但最终的话是打断了对手的肋骨啊，从而获得了 TKO 的获胜。我的天哪，一回合仅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啊，打倒了对手3次。那这种速度也只有魏宁辉这种重炮手做得出来了，确实很恐怖。那我们看这一拳正中靶心，对方的头部防守做得很重啊，魏宁辉干脆是放弃了击打对手的头部，干脆啊来到了这个击腹。好，在这一回合，魏宁辉打的可以说是干净利索的啊，兵不见血刃的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对局啊，因为我们没流一滴血啊，打的确实很精彩。好，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小将魏宁辉战胜了对方的英国嚣张选手啊，让他狂就得挨揍。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明天我100%会打败中国选手，我希望中国选手能把脖子给我洗干净，因为明天我会亲手摔断他的脑袋。救命啊！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澳对局，没有错啊，中国对阵澳大利亚。好，我看眼前这个面无表情啊，看起来很装的家伙，就是澳大利亚嚣张选手居莫，没有错，赛前就是他啊，扬言说这个。今天要摔断我们中国选手的脑袋啊，还让我们中国选手呢把脖子洗干净，很猖獗。这个居莫这个家伙对我们中国人呢一直以来都是不是很友好啊，只要是遇到中国选手他就下死手。好，这场比赛来看一下我们的中方选手眼前的这位硬汉啊，没有错，他就是人送外号吸血魔的中国选手李景亮。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李景亮的表情啊，看起来还是比较凶狠的，因为这场比赛他很生气，他听说有人这个要摔断他的脑袋啊，那李景亮就不服了啊。好，李景亮的话是练习散打出身，但是他现在的话是一个综合格斗选手啊，他的拳腿功夫自然很厉害，但他的摔跤能力更是强的离谱。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李景亮是拿到过全国的摔跤大赛冠军。好，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中澳对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李景亮面对一个澳大利亚选手，本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对方的这个居莫啊，他是一个特种兵退役，没有错啊，在部队当中呢当了很多年的兵，而且还是特种兵啊，实力很强劲。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的李景亮千万要小心了。好，没有错，比赛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红方选手，这场比赛的中方选手啊，李景亮，蓝方选手没有错啊，哎呦，什么情况？
这个居墨一上来，自己呀、把自己踢倒了。我们都听说啊，把对方踢倒的，但这个澳大利亚选手这招很厉害啊，把自己给踢翻了。啊，见过打别人的啊，没见过打自己的。好，李景亮上来的话，选择和对方打近身的缠斗，想摔，但是对方的底盘很稳，哇吼！硬凭力量啊，把对方拖入到地面。好，对方的话是一个半防守，圈住了李景亮的单腿以及双臂，让李景亮在上位的话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李景亮在目前为止啊，他的表现是非常冷静。从武林传奇2到今天的武林传奇11，李景亮赢好断头台，在这个把位使到一个整齐的位置。李景亮呢，他的柔术水平哦，用这个肘尖啊砸对手的这个额头，我们俗话说就是本漏啊。不知道外地的朋友能不能听懂啊？我相信北方的朋友应该是能听懂。好，连续砸击。在这个全天下战队，刚刚巴西请来的这个现代的巴西冰带教练拉比，他呢给李景亮说，他给教了我更多更有效的小特技。双方又站立了起来。李景亮确实就像吸血鬼一样的。好，踩脚趾，顶大腿，然后腿部搭扣。呵呵，李景亮这个对于近身缠斗的这个处理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啊，非常熟悉。啊，第一时间是踩对方的脚趾，让对方呢这个失去重心，好拔起来，哦，再次来到地面。对方在尝试把双腿想锁到李景亮的头上，哎呦，小心！什么情况？哦吼！观众朋友们，李景亮化解对手，再来一次，举过头顶，哇，这一下又一次。虽然说有2次的大力砸击，但是对方的扣呢还在锁。李景亮再次尝试，哇，对手的脖子啊，这个还能保住吗？好，我们看3次的这个把对手拎起来，像拎这个小鸡仔一样。3次到4次，李景亮已经把这个三角锁已经摔开了，但是不知道李景亮能不能逃脱这个三角锁呢？再来一次，第4次。又想拔出来，又想去，好，成功的拔出来。好，对手放弃了，因为这个如果再不放弃，以李景亮的这个性格啊，感觉还可以再摔2次啊。因为这个李景亮呢本身啊，他是一个新疆汉子啊，而且他呢这个从小练习摔跤出身啊，所以说这个爆发力上来说那还是很强的啊。好，对方的居墨从白皮肤，对方被摔成了红皮肤，哈哈啊，这后背整个后背我们看。我现在在想，对手的脖子有没有断掉？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李景亮通过侧方位的把控，想拿到，要小心了，这个徐墨这个家伙，我们看他半个身子已经飞出了擂台，但是现场裁判好像是没有看见一样。这个就是传统擂台啊和8角笼擂台的一个区别。如果我们是铁丝网的这个擂台呢，就可以避免啊人可以不出去。那这种擂台的话，这个搞不好啊人就可能会出去。李景亮非常冷静的防守。到目前为止，王老师，我不能说别的，只能说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技术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对，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目前对李景亮呢稍显不利，现在李景亮呢要护住自己的头部。居墨现在，刚才居墨一个不小心被李景亮呢又翻转了过来，李景亮处于上位。第1局比赛还有20秒。别着急，还有30秒，20秒了。什么？20秒了，小心手啊！别往下了，往下了，别往下了。20秒了，停掉。这个时候不要再费更多的力气了，把这10秒钟坚持住。好，没有错，比赛第1回合已经结束。那李景亮在最后一刻是反转拿到了一个上位，最后的这个上位拿得非常的猛啊，连续的重拳砸击，
那李景亮在我们国内可以说在男子次中量的综合格斗当中呢，他的拳啊可以说是最重的了。包括他的扫腿啊、低砍腿很厉害啊。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李景亮的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啊。我们看他爆发力，哇吼吼，已经把对手啊举过了头顶，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而对方也是下狠手，真要掰断我们的脑袋啊！但是李景亮今天也不惯着他。可以说是用最简单啊、最原始的技巧，可以说是没有技巧啊，把你拎起来啊，砸向地面。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李景亮小心了，因为第1回合呢体能上的消耗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双方又进行战力的爆缠，还是想打内围，完全不想和对方拼战力。以及缠抱能力确实也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对，这次一个反身。好，我们看李景亮现在整个人呢是被对方啊拿到了一个后背，而且对方的这个双腿啊夹得很死。这个时候李景亮想站起来的话是必须啊，需要趴在地上。那侧方位的话是没有一个着力点啊，想分身啊是很有难度的。虽然是拿到李景亮的，好，裁判是看不下去了，因为居莫啊虽然说拿到了一个优势位，但是他的有效打击数呢很少啊，两个人有点消极比赛的意思，所以说裁判啊也是分开双方选手。啊，重新从站立开始打。李景亮的这个重拳呢很猛啊，而且有的时候呢像抽奖一样，一不小心啊，这个就把对手给打翻。哦呦，什么情况？这一下直接把对方的居莫啊推飞出了擂台，而且我们看这一下应该是摔到了对方的屁股，摔到了对方的尾巴骨，很痛苦，因为这一下的话直接把对方给推翻了啊。好，刚刚李景亮这一下的确是很解气啊。好，我们看，就是一个三角锁的这么一个尝试。对方腿部又是大扣，但是李景亮再一次尝试把对方想举起来，能不能再次逃脱？哇哦，又一次非常的漂亮。很多人说李景亮是个野兽啊，说李景亮是个吸血魔，果然啊，这个力量可真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啊，很恐怖。好，我们看一下侧方位的把控，李景亮在尝试圈对手的脑袋。而且他在听啊场边裁判和教练的这个告诉他的建议。好，这个断头的把位还是很深，有机会。但是我们看李景亮这个时候，这个是个什么招式？我有这个断头台有了哦，观众朋友们，非常的漂亮。那这场比赛李景亮用这个断头台降服了对手，我勒个天哪！没有错，硬生生将对手的脖子当场掰断，用对方想掰断我们的方式掰断对手啊，可以说是杀人诛心。好，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硬汉李景亮也是成功的将这个老外打服啊，确实很解气，确实很过瘾。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